1年发情6个月，不交配就只能等死。雪貂繁衍后代究竟有多拼？在整个自然界中，除了人类以外，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有着固定的发情期，并且它们发情的唯一目的仅仅是为了延续后代而已。不过绝大多数物种即使是在发情期内没有成功进行交配，也能够安全度过这段时间。但是有这样一种动物，它们如果没有在发情期内成功进行交配，那么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死亡。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其实这是一种名为雪貂的幼克动物，在进入发情期后，雌性雪貂体内就会分泌出大量的雌性激素。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，这些雌激素就会导致雪貂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并且雪貂的发情期长达半年左右。如果不能够通过交配来及时缓解，那么就一定会危害到它们的生命。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离谱，但却是雪貂身上真实发生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似乎只有雌性雪貂会出现这种状况，而雄性在发情期内则会轻松一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雪貂虽然看上去十分可爱，但是它们在以前的时候却会被人们当成捕猎的帮手。由于它们的体型修长，行动也比较灵活，所以常常可以钻进兔子的洞穴中捕猎。而且作为幼克动物，雪貂同样拥有着比较强大的捕食能力。不过现在的它们身份却有了极大的改变，几乎没有人用它们进行捕猎，更多的是被人们当成宠物来进行饲养。这也是人们经过很长时间的驯化得到的结果。既然雪貂的繁衍方式如此极端，那么它们如今的生存现状又是怎样的呢？按理来说，以雪貂如此苛刻的繁衍方式，它们的生存现状应该是十分困难的。然而事情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，如今雪貂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常见的宠物，不仅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购买，而且深受人们的喜爱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事实上，野生雪貂的生存环境确实令人十分担忧。如果它们进入发情期后没有找到配偶，那么确实会影响其寿命。不过如今人类养殖已经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雪貂的孕期比较短暂，只需要1个半月左右就能够成功诞下幼崽，而且雪貂幼崽性成熟的时间也比较短暂，仅需要180天的时间就能够拥有繁衍后代的能力。再加上人工养殖的帮助，雪貂强大的繁衍能力刚好填补了极端繁衍方式带来的缺憾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它们才没有走向灭绝的道路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仅仅计算生存在野外的雪貂，如今的数量可以说是少之又少。人们也对它们进行了一些保护，将其列入了保护动物的行列中。一旦有人对它们进行了伤害，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处罚。更重要的是，虽然野生雪貂看上去温和无害，但是它们却属于比较凶残的肉食动物，如果随意招惹它们，还是有可能受到伤害的。所以只有经过人工养殖的雪貂才适合当做宠物来饲养。如果想要饲养一只雪貂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首先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，防止一些有心之人随意伤害野生雪貂，并且在合适的时间里一定要及时为它们进行绝育手术。这是因为如今饲养雪貂的人并不算多，所以想要让它们在发情期内及时进行交配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所以为了它们的安全着想，及时做绝育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。更重要的是，雪貂作为幼科动物，身体上同样拥有着幼科动物的标配，在它们的肛门处有一个可以散发臭味的臭腺。对于野生雪貂来说，这无疑是它们自保的手段。不过对于人工养殖的雪貂来说，它们的生存空间十分安全，并不需要通过臭腺来保护自己。所以我们在买到雪貂之后，可以通过手术将它们的臭腺去掉，这样一来就能够防止家里的空气被污染，饲养起来也比较容易。更重要的是，雪貂相较于其他普通的宠物，价格会相较更高一些，并且它们也比较安静，不会像猫狗一样吵闹，比较适合安静的人饲养，同时也不会打扰到附近的邻居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在饲养宠物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要饲养2天后就随意将其丢弃。尤其是雪貂，这是比较特殊的物种，一旦让它们重新回到野外，很有可能对其他物种造成威胁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